这个是一个什么？苹果。好大一颗，好好吃的苹果。请问你要怎么给它一个名称来描述它呢？一颗大苹果，一个大苹果。可以用一个，也有人用一颗，也有人用一粒。可是现在这发生什么事啊？妈妈说：“我今天买了6颗苹果回来。”弟弟说：“我现在想吃1个苹果。”吃完后会剩下多少苹果？你要怎么讲？5个苹果。还有呢？5颗苹果。怎么会有2种答案呢？个就等于颗。可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，我怎么知道我这1个是妈妈买的这6颗呢？有谁可以帮我纠正一下这个题目？妈妈说：“我今天买了6个苹果回来，我现在只想吃1颗苹果。”一定都统一用个跟颗统一用个或颗，在同一个情境里面换来换去，可能不太方便。1个蛋糕，你觉得可以的就写 A。好，你觉得1条蛋糕可以的就写 B。好，你觉得1盒蛋糕可以的就写 C。好，你觉得 D 是1块蛋糕的就写 D。好，如果你觉得可以说1份蛋糕的就写1。为什么你可以说是1个蛋糕？因为它是一个个体。它是一个个体，一个完整的，所以我们都可以称为1个。为什么你会说它1条蛋糕？因为长长的。为什么你可以说是1盒蛋糕？因为去买的时候就有包装，就会有1盒。刚刚我们那是1条是完整的，没有切的。我现在要这一块哦，只有这一个切下来的这一部分，你要怎么说它？选1个蛋糕的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1条蛋糕的。这样子为什么？因为吃的是对啊。你直着这样子看1小条是吗？1小条蛋糕，非常好。可以有人说1盒蛋糕吗？没有1盒了。好，来1块蛋糕呢？好，很好。来1份蛋糕有没有？有人觉得用1份蛋糕也可以。妈妈说了，冰箱里有1块蛋糕。对啊，谁吃掉了？弟弟说我吃了1块蛋糕。妹妹说我也吃了1块蛋糕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可以把图画出来，不用画人，只要画蛋糕就好。你画的是1个蛋糕，然后呢？姐姐跟弟弟各吃掉1半但是我们的用语上面又1块蛋糕又1块蛋糕，你怎么会知道它是1个蛋糕又分1人1半？因为妈妈说的1块蛋糕应该是1整个蛋糕，弟弟跟姐姐吃的1块蛋糕是1小块。好，因为2个人在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都觉得，那就1人吃了1半，所以他们吃的这个块是真的块吗？妈妈买的块指的是什么块？1整块1大块。那弟弟跟姐姐吃的是1人1半的大块还是小块？小块。这个故事里面应该怎么说会好一点呢？弟弟要说我吃了1半的蛋糕，姐姐要说我也吃了1半。妈妈应该说我买了1整块蛋糕。那小孩要怎么说呢？我吃了1小块蛋糕。弟弟和姐姐应该要说我吃了1/2块蛋糕。生活中相同的物品，每个人可能用不同的单位。那请问不同的物品有没有可能用相同的单位？1个苹果跟1个蛋糕。对，不同的物品可能会用相同的单位哦。我们在生活里面各种方法都有可能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数学上，同一个问题，就像刚刚妈妈买了6颗苹果，我吃掉1个苹果，这样子会让人家听不懂。所以呢，在数学的题目里面，如果同一个情境下、同一个问题中，相同的物品就要用相同的非常棒，单位。刚刚妈妈吃的这是1块蛋糕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我也说这是1块蛋糕。我就要换成1片。如果我再说它1块蛋糕，你会不会听成这个？会，对不对？你就可能听成这个。
所以呢，在同一个问题里面，我们如果表示相同的东西，就要用相同的单位，没错。那如果呢，我们在同一个问题里面，如果要表达不同的东西，我们就会用不同，非常棒，就会用不同的单位。